台商开始叫苦，要集体访问大陆。琼台策略什么时候实施才最为有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美军击落中国民用气球，导致中美关系更加紧张之际，台海两岸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随着两岸疫情的缓解，大陆方面释放了恢复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的善意。但是民进党嘴上说一套，实际上干一套，玩起了以拖代变的套路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民进党所宣称的所谓和平保台只是一个幌子，他们仍在顽固地坚持抗中保台的策略。民进党的这种态度无非有这么几种考虑：一是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，也就是不愿意把改善两岸关系的功劳记在国民党身上；第二是在中美关系恶化时需要观望美国的对华态度；第三，民进党在组织两岸之间的沟通交流时，往往要凸显所谓的官方对官方的机制，也就是继续玩暗毒的套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民进党在搞以拖代变的把戏，却面临着台湾地区出口数据暴跌的压力。据台湾地区的经济部门公布的资料，台湾地区去年12月的外销订单同比下降了23%，而且外贸订单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大陆订单的下降。台湾地区今年1月份的外贸出口量仍在继续下跌，降幅为21.2%。对此，台湾地区的工业总公司、台湾商业总会等团体是叫苦连天，已经坐不住了。这些团体准备在3月份启动一波访问大陆的计划，他们的目的自然是来找商机的。中国大陆方面回应称，两岸交流将会很快迎来春暖花开，大陆各地将举办一系列的两岸交流活动，欢迎台湾各界积极参加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关于台湾地区外贸数据的下降，台商集体访问中国大陆的事儿，网上又出现了琼台才是统一必经之路的声音，而中国大陆官方似乎仍然要进一步加强与台商的沟通和合作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：琼台策略是不是可行？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不采取这一策略？首先，我们要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逻辑：当台湾地区对外出口数据严重下滑的时候，也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外贸数据同样会受到影响。所以，如果中国大陆目前执行琼台战略，意味着自身的经济也将受损。在当前和平统一仍然是主基调的情况下，实施长期的琼台策略并不一定划算。其次，实施琼台策略的初期受到打击最大的可能是台商，而在台湾岛内的各个群体中，商人群体对两岸和平最为热心，也是支持统一的人数比例比较高的。虽然琼台策略会冲击台湾的经济，也能打击到台湾地区执政当局的支持率，但对推动统一的影响是间接的，不一定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，而对台军也只有间接的影响。因此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自伤的方式去打击原本应该团结的对象。当然，如果事态发展到必须用武力的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，那么先期实施琼台策略便是可行的方案之一。但关键是要把握好时机。此外，我们应该认识到，两岸经济的关联度越紧密，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就越小。中国统一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。这个理想的基础是两岸经济合作和民间的密切互动。与大陆利益捆绑的台湾民众数量越多，等我们真的采取军事行动时，可以争取的对象也就会越多，面对的阻力也就越少。这才是一盘大棋。总体来说，台湾地区出现商人集中访问大陆的情况，已经证明了琼台策略的有效性，但是不等于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相关的策略。这把锤子什么时候砸下去，选择好时机很重要，必须达到一击致命的目的。如果中国的统一注定要地动山摇，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，那么等到摊牌的时候，再实施军事锁台、经济琼台的策略也不迟。这么做可能会更为快速高效，且损失最小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